赵露思越来越有少女感，扎双马尾配清纯连衣裙，模样叫人心动。日常生活里，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可可爱爱的小女生，忍不住就会夸你好少女哟。有时候见到一些年龄较大的女同胞，她们的穿搭没有体现出与自己相符年龄段的老练，反而透出一股浓郁的少女气息，真是令人惊艳。所以本次小编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少女感造型，满怀一颗少女心的朋友们准备接受福音吧。对相关造型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一看哦。身着一条大领的小白裙，编了2只俏皮麻花辫，再搭一个可爱蝴蝶结，满满的少女感是不是一出屏幕了呢？乌黑的发色配上亮白的裙子，视觉上还是显得温柔清新。这样的少女造型也给人一些稚嫩的感觉，看上去更加年轻，生气勃勃。造型设计分析：麻花辫，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绑麻花辫的经历，所以说到这个词就有一定的童年感。麻花辫会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小孩。对年龄稍大的朋友们来说，可以轻松打造减龄的效果，显示出天真烂漫、活泼可爱的形象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要编麻花辫，需要考虑自身的皮肤保养情况。皮肤不太好的朋友，比如皱纹较明显、有暗斑沉着，可以采用遮瑕等方法稍加掩盖，以提高观赏效果，否则可能还会由于反差较大而导致效果南辕北辙。要点：绑麻花辫时，还可以根据发量进行选择。头发比较多、颅顶还高的人可以尝试双麻花辫或者多麻花辫。发量较少，最好就选择最简单的基础麻花辫就好了，以免让头发过于贴近头皮，会有秃头感。白裙与蝴蝶结，干净爽朗的白裙和可爱平实的蝴蝶结也是少女造型的常见搭配。白色裙子本身的纯洁无瑕，正反映了少女的天真无邪。蝴蝶结作为小女生的必搭品，也同样具备少女气息。这样的穿搭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限制的，但肤色较深的朋友相应的可选择颜色深一些的裙子，如卡其色、米白色等。蝴蝶结选择与发色相近的颜色，看上去更为和谐，但选择一些亮丽的颜色，如鲜红色、翠绿色等，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，只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，让人的视觉不能集中于服饰。要点：裙子的版型对于风格影响是很大，在日常搭配中尽量选择学生款的搭配，或者是偏公主风、宫廷风的设计，能够很好的显出减龄效果。除了蝴蝶结，像是涂鸦等显嫩设计，大家也都可以尝试。不得不说，赵露思越来越有少女感，扎双马尾配清纯连衣裙，模样叫人心动。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，赵露思又编了2条麻花辫分束两侧，看上去像是一个还未长大的小女孩，少女感十足。整体造型看上去清纯可爱、精致美观，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勾魂夺魄的魅力。虽然年纪也不大，但是这样一副模样怎能不让人心动？有种清纯脸叫赵露思，穿方领连衣短裙显身材，骨感曲线好迷人。赵露思双马尾配小白裙的搭配看上去更加清纯，露出肌肤的方领连衣裙增添了几分迷人。裙下身材窈窕，完美的展示出来骨感的身体曲线，少女感也直击人心。更多少女感造型：长卷发与浅粉方领连衣短裙，粉色是少女的代表色，在深浅选择上稍微有些讲究。浅粉看上去没那么艳丽，质感朴实，但也多了几分淡雅，化妆时搭配淡妆即可。而深粉对年龄较大的朋友而言有些难以驾驭，看上去会稍显庸俗或不搭调，不是很推荐尝试。方领连衣裙可以恰到好处地展示迷人锁骨，不用担心显露太多，但短裙会展示较多的肌肤，腿部粗细需要注意。长卷发主要是增添几分风韵姿态，本身是这种类型的朋友，可以试用一前一后的披发式，同样可以表现出女性魅力。要点：颜色选择不宜过深，图案尽量简单，可采取纯色系。短裙会受腿部身材限制，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，若腿部较粗，可选择过膝裙，发型可作为尝试项。浅色大衣与过膝长裙，这一款偏向于文艺风，给人一种才女气息，因为整体造型像是还在读书的女孩。中长款大衣看上去会有一些严肃的感觉，但长裙减弱了这种庄重感，赋予了活泼的青春魅力，
综合效果就实现了清纯的目的。浅色装同样也是更符合少女特点，没有过多的修饰，干净的气质凸显出来。要点：上衣和裙子的颜色尽量统一，选择浅色系为佳。对于内搭，可以在适用于肤色的情况下选择亮眼的色彩，能够以明暗的对比显出一种减龄效果。白色蕾丝上衣与印花短裙，这个造型与前面的风格相比更为活泼。过其蕾丝上衣稍紧身的版型，而能展现腰身比例，对身材纤细的朋友们可谓是上好的选择。印花短裙在视觉上多了几分冲击力，一改纯色系的单调。印花注意不要过于繁杂显眼，那样会破坏整体的清纯感。要点：适合身材纤细的朋友，短裙花纹不能过于吸引眼球，颜色选取上也无需过于艳丽，否则同样会产生喧宾夺主的反效果。本次关于少女感造型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朋友们是否有什么想法愿意一起交流的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拒绝捧杀和批评。肖战新电影爆料突破20亿票房，大可不必。近日，网上有一则关于肖战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票房高低的投票，不得不说，这可实在是太无聊了。不少所谓的人爆料这部电影会突破20亿票房，对此只想说一句：拒绝捧杀和批评没有任何意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粉丝们看到后纷纷强调和小飞侠无关，自己更是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好电影自然会有人支持，不用担心。据悉，肖战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爆料会突破20亿票房，理由是徐克的武侠片加上顶流肖战。只想说一句：大可不必，为时尚早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，这么多年，肖战舞台上作品里的表现从来都没有让观众失望，肖战塑造的角色都成为了经典，斩获了非常多荣誉。但是要说票房，谁也不知道，请不要如此捧杀，更不要做批评，很容易给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抑制错觉。持这种观点的是肖战粉丝，因此大可不必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强调自己没有说过，小飞侠更不会这样说。这是一部面向大众的电影，不要只拿肖战粉丝来说。至于票房，还是那句话，自己当然会支持，票房多与少还要看电影的质量。好电影不用多说，会有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，因此拭目以待即可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希望肖战拍戏一切顺利，大概率会在2024年金庸诞辰之际上映。这部强强联合的电影，个人相信不会让观众失望。作为观众和影迷，不要去打扰。肖战未来可期，专心拍戏，不见不散。